当地时间10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加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前一天，习近平还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指明5个方向，并宣布了一系列务实承诺。当地时间10月23号上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在喀山会展中心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号介绍，一系列新倡议、新举措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金砖国家的共同意愿，彰显了中国对推进金砖合作的坚定承诺与信心。金砖合作机制成立18年来，已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力量。中国不仅是金砖发展的倡导者，更是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的贡献者。习近平主席连续12年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推动成立新开发银行，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提出一系列重要的主张倡议，为金砖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有分析指，目前金砖大家庭经济总量约占全球30%，人口占全球近1半，贸易量占全球1/5，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7国集团。金砖成色更足，代表性更强，辐射面更广，世界对金砖的期待自然也更多了。在俄罗斯喀山连续进行的金砖峰会及金砖加领导人对话会，这2天是全球焦点。中国元首在峰会讲话中倡导共建5个金砖，引发了强烈反响。那您对此有什么特别观察呢？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喀山峰会是金砖组织扩容接纳5个新成员之后举办的首次峰会，因此呢备受各方的关注。尤其当下2场大规模的地区冲突仍然在持续严峻中。中国元首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成功扩员对于金砖机制发展的影响和意义，强调呢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的事件。那么这当然和扩员之后金砖组织它的规模与体量密不可分的。那么无论是就人口、国土面积、经济与贸易额等等，就这些最关键的指标，金砖呢都是排在全球的前列，堪称是最具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国际多边组织之一。那金砖合作机制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个平台。中国元首深刻解析，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它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面临着关键的抉择。那进而言之，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际，既有多极化的这个新局，也有新冷战的危局。为此呢，中国元首就强调，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的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的问题，来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出发。那么金砖国家最终要往何处去呢？中国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高质量大金砖合作，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要把金砖擦得更亮，要让金砖成色更足，以金砖的先锋力量与渠道定位，以高质量的大金砖合作来塑全球多极化的新局，来破新冷战的危局。那么这无疑是金砖国家的雄心与抱负，是全球超过4成多人口的共同愿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以及人文金砖这5大金砖的倡议推进，就是在擘画金砖国家全球塑新局、破危局的清晰的路线图，也在给出高质量大金砖合作它的深刻内涵与行动指引，是真正在聚焦金砖国家下一步怎么干、往哪儿去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大问题。今天喀山宣言它的摘编版已经发布了。对照来看，5大金砖倡议它所蕴含的理念与行动，不少都在宣言中直接反映了。我想这意味着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正在成为金砖合作机制下的共同的选择，这预示着
大金砖合作它的明天可期。境外舆论也相当关注中国元首讲话，特别强调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紧迫性突出，金砖国家对此要发挥引领作用。那您分析这又传递出何种信息呢？我注意到强调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紧迫性突出，那么出现在对构建公正金砖的论述中。那么结合研读喀山宣言的相关文本表述，对此呢可以就理解得更加的透彻。中方倡议构建公正金砖，而公正也正是喀山宣言摘要版它提及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摘要呢共5个部分，其中2大板块提要都明确提到公正，包括第2部分加强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以及第4部分加强经济金融合作，推动公正的全球发展。宣言就强调，金砖国家对于非法单边强制措施对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它的破坏性的影响深为关切。所以呢，我认为宣言重点强调公正，也在见证中方倡议推动构建公正金砖它的引领性与前瞻性，真正体现了问题导向，切中了金砖国家的共同的痛点，道出了共同的呼声。以金砖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极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与相对滞后的这个全球治理秩序，可谓是苦之久矣。本次喀山峰会，巴西总统卢拉因为在家中摔倒受伤，头部缝针，没有能够到场参会。他此前在访问中国期间，走访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总部时就曾经专门提问：为什么贸易结算都要用美元？为什么不能用人民币或者其他可接受的货币呢？卢拉昨天在视频连线发言中呢，他也再度强调，现在是金砖国家创设替代性金融结算方式的时候了。那作为东道主的俄罗斯，更是遭遇美西方国家主导的极限制裁。有统计就表明，对俄罗斯的制裁累计已经超过1万项。俄罗斯还被逐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结算体系 SWIFT。普京总统昨天也在大声疾呼，美元正在被用作武器，如果不逆转这样一个趋势，将会铸成大错。前几天，普京在莫斯科近郊的总统官邸会见金砖国家媒体代表时就意味深长地说过这么一句话：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来妄图阻止中国发展，但是这就像是阻止太阳升起一样，注定徒劳，注定不可能。同理，美西方国家想要以自身的经济体量与美元霸权来阻挠干涉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呢也是注定不可能的一个任务。当然了，在金砖国家把握经济主权、加强金融合作的过程中，所谓去美元化的这个进程，会不会进一步的加速，进而呢会不会引发10亿人的所谓发达国家板块与更广大南方国家的激烈的金融博弈，这呢很值得追踪关注的。